该也是三角变形失忆。什么三角？那是什么东西？三角龙。不行，你要想，我没看过，这我也没不是我那个看过年代啊的电影。好强啊！有时间画图哎，我想不到其他动。不要被黄标！哇，等一下，这个很健康吧？ Hello， 欢迎来到泛科金头脑之影剧里的科学室，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泛科学的 YBN，我是半科学的阿旺。我是半科学的老师。我们还有个新伙伴。哦，他是芭芭拉。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的芋头。我是故事的燕玲，我是 DQ 地球突击队的编辑明仔。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地球突击队的编辑，我是山缪。好，大家好，我是洛毅，我是法律白话文的社群总监。大家好，我是苏磊，我是法律白话文的业务经理。那对这次的题目挑战有信心吗？完全没有。惶恐。文组，我们文组。我们总共会有20题，每题5分。如果60分以上的话就是及格，如果85分以上的话就可以获得金头脑的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正式的环节了。好，第一题来自电影《露西》里面的题目。电影中提到，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完全被开发。那么，根据目前的研究，人类事实上大约开发了几趴的大脑呢 ？A 50%，B 5%，C 10%，D 100%。是电影里面的还是要真实的？真实的。这么简单。好，交给阿旺。答案是 D。它里面有讲说，比人类还要大脑开发更多的是海豚，然后海豚好像是13%还是19%，反正就是有10%以上，20%以下。10%就10%，我 trust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靠感觉。有这么多吗？好啊，怎么办？如果答案是 C 怎么办？答案是 D 100%。真假的？你这个反应很适合。我已经只剩一题可以做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有不同区域分工合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是使用5%、10%，甚至是全开到100%的部分。那露西提到说，大部分人类的大脑只使用到10%，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科学误解。我们被卢贝松骗了。看真假的？真的那这样我有点难过哎。不是，原来我100%还这么烂。我原本想说我只有10%，想说还有90%。所以像市面上有一些那种什么脑力开发那种啊，基本上就是话术了。就是骗人的。没错。可以，你是诈欺罪。对，就这样。好，第二题来自电影《印第安纳琼斯水晶骷髅王国》。在电影里面呢，琼斯博士和敌人在争夺传说中的玛雅水晶骷髅。请问，在现实世界中，玛雅水晶骷髅是由谁制作的呢 ？A. 德国人 ，B. 玛雅人 ，C. 印度人 ，D. 阿兹特克人。玻璃、水晶这种东西，应该不是那么久以前的吗？我觉得应该是 B 耶。水晶骷髅哎，是指那个水晶饰骷髅品的那个水晶骷髅吗？有这么简单吗？你是不是没有看我们新的影片？我没看。哎呀呀，尴尬了。你是说这个的电影里面的那个真的那个骷髅是谁做的吗？在现实生活中，那一定德国人，德国人对啊，剩下的人感觉比较弱。我也觉得是 A。反正我们横竖应该是不会比法白好本。好我们选 A。错就错，还有18题吗好，所以你们的答案是？A。这应该是德国人吗？是吗？没错，答案是 A。水晶骷髅呢，一开始被认为是玛雅人或者是阿兹特克人做的，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呢，这些被博物馆收藏的水晶骷髅根本就是用现代技术做的，然后是在大约19世纪一个德国的一个手工艺出名的小镇制作的东西。那我们来到下一题，是来自于电影《2012》。电影中说到，2012年呢是玛雅文化预言的世界末日。根据目前的研究，在真实的玛雅历法中，2012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我还蛮确定的。A. 彗星撞地球 ，B. 外星人入侵 ，C. 洪水大地震 ，D. 没有什么事。应该是 A 吧？是吗？我也是凭感觉。我觉得是我真的忘记。我觉得是 B， 我觉得是外星人。我可以答案不一样吗？等一下，你们是一组的，你们答案等一下。第3题就要破裂。我觉得是 A。你觉得是？我直接讲。玛雅预言呢？玛雅预言呢？要不就是 D。我跟你讲，我们一定对。我们一定对。他那个笑就觉得我们是白痴。反正我们横竖应该是不会比法白好本。答案请揭晓。没错，就是 D。你好棒！恭喜答对啦！根据就是现在科学家的研究，会觉得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历法周期的结束，然后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开启下一个新的历法这样。那大家在靠背什么？
就是大家就是胡乱猜测。他其实那时候他有一块石碑，石碑上面就写说，在2012年世界会，然后石碑下面就断掉了。所以基本上，这大家乱猜，大家基本上就是乱猜。下一题是来自哈利波特，你们是哈利波特粉吗？是，很好。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路上，他在玩哈利波特的那个手游，像那 Pokémon Go 那耶个。你要加我好友吗？第4题来自电影《哈利波特》。在《哈利波特》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魔法人物，其中他有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请问是哪个人呢 ？A. 派西·卫斯理 B. 差点没说尼克 C. 罗威纳·雷文克劳 D. 尼勒·勒梅。D. 尼勒·勒梅。你猜答案？我不知道啊。如果你要我猜，我就会猜，我就会心里想猜 B， 但嘴巴上说 D。这太难了这太难吧？我觉得应该尼克是那个幽灵，对不对？会从画像里面跑出来的那一只。是不是忘了其实我没有看完哈利波特，等一下，我好像只看完前3集。相信我，我就觉得是 B。我也觉得是没有头。画像里的人感觉比较是真实的。 D 吧，应该是 D 啊，对，有炼金术的那个。练金术那个。命运让你们答对了这一题。谢谢大家，谢谢。尼勒·勒梅呢，它的原文是 Nicholas Flamel， 它的原型是14世纪的炼金术师，叫做尼古拉·弗拉梅尔。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研究贤者之石，就是神秘的魔法师的魔法师。然后他在其他的动漫作品里面也有出现过。故事针对这一题有其他补充的部分吗？就是前阵子的他的那个特别活动，就是要抓那个魔法师。那跟我们故事没关系。我要补充什么？那你有抓到吗？有啊，我抓。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第5题，是合家欢乐的电影《海底总动员》。在电影的开头呢，女莫的妈妈为了保护尼莫而被凶猛的大鱼给吃掉。而根据生物学研究，请问尼莫事实上跟他爸最有可能发展的情节应该是 A. 乱伦生子 B. 相依为命 C. 互相残杀 D. 分道扬镳。你刚刚觉得是 A，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是 C 吧。一样，这交给你了。然后通奸罪被废除了，就是会有这种场景。明显啊，有脑袋就知道怎么选。好，请说。哎，就不要答到信心满满，然后又答错，就觉得不知道啊。你在那边，你啊，好，答案是 A， 乱伦生子。没错，答案就是 A。好强哦！小丑鱼在生物学上面是母系社会，而且一个海葵只会有1只雌鱼。此外呢，小丑鱼还会性转变，也就是说，当尼莫的妈妈消失之后，第2大的雄鱼，也就是尼莫爸爸本人，照理说应该会迅速的变成雌性，并且和尼莫交配繁殖。雌鱼跟雄鱼的生理构造上有什么不同？哇，这个问题好专没有，因为我只是想说它要怎样随时转换。如果是怎样有一个隐藏的鸡鸡随时，鱼没有鸡鸡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就是它转换的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就是东西会被开启，或是有什么器官要被打开？我只想知道这个。好，我们请知道观众在下面留言。第6题来自于电影《黑暗骑士》。假设小丑以时速60公里逃离现场，而蝙蝠侠在10分钟后现身，并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出发。请问，蝙蝠侠要多久之后才能追到小丑？我们以下等一下，好，开始。好，限时2分钟开始。 60公里逃离现场，然后60分钟，然后逃60公里，所以1分钟是10公里。好，找答案。你当初几分先讲出来？我数学10几分，不错。很不错。答案是 B 吗？我真的我真的是凭感觉。凭感觉吗？你根本就没在看我，我写错你都没有看。我没在看。 60分钟60公里，1分钟不是1公里吗？剪刀手不好了，你是 A， 我是 B， 剪刀石头不好 A。答案是 A， 答案是 B 30分钟。怎么可爱？拿高一点。好强啊，有时间画图哎。因为小丑一开始10分钟他就跑了10公里嘛，然后后面两者的速度差是每个小时20公里嘛，然后这样子算一下之后就会发现是30分钟。下一题。 火影忍者跑风靡全球，甚至曾有人号召要用火影忍者跑进攻神秘的第51区，一睹外星人的真面目。请问第51区位在哪里呢？应该是内华达，我记得是内华达。对，我记得是内华达。嘿 ，C， 很明显就是这个嘛。
我公布了。好，这边是东岸吗？这是东岸，应该是 C 沙漠的 C。C。没错，美国的51区呢，就是位在 C 的这个位置，它是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一直到2013年才被美国中央政府承认。下一题，来自各个知名的动画。在动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发电方式，其中哪一种是最有可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呢？我相信空岛的神，应该是 D 吧。但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雷切是什么？雷切是它的那个人数吗？那你 Google 一下。好啦，就 D 啦，赶快到下一题啦。D。猜 C 啊，按照惯例我们要猜 C 啊，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猜 C 啊。我们的答案就是 C。没错，答案就是 C。真的假的答案是 C， 怪兽电力公司的尖叫声。现在有很多研究都在用那个噪音来发电，像是用公车站附近的噪音啊，或者是火车附近的噪音来发电。上了一课。所以范科学的办公室说不定有噪音。我很安静，好不好？应该有个尖叫室，开完会跟你尖叫。就这样啊。接下来到第9题，来自海绵宝宝，应该有看过海绵宝宝吧？有。好，动画中总是想尽办法偷取美味蟹堡秘方的皮老板到底是什么生物呢 ？A. 海蟑螂 ，B. 浮游生物 ，C. 孑孓 ，D. 蓝绿藻。没有看。这你知道吗？我没有看海绵宝宝。C 跟 D 广义来说含在 B 里面呢。好，那我们选 A 好了。好 A。你知道看海绵宝宝吗？我有看到，我一下子也是想， B 我知道作者是海洋生物学家，因为他有一次看到那个美味蟹堡的那个制作的那个过程发现它的居然是浮游生物，它就而且孑孓它是蚊子的那个幼虫它不是它不在生活里海里面然后蓝绿藻，你不是说我头发像蓝绿藻，上次去查它是3细胞，它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东西，不可能是海蟑螂，答案是 B。好，我跟你讲，就蟑螂，我就讨厌蟑螂。我讲我一定对，一定对。要选 B，看起来不像海蟑螂。不知道是吗？没错，答案就是 B。是 B。答案是 B 对不对？对，我道歉。答案是 B 浮游生物。海绵宝宝的作者史蒂芬·海伦伯格呢，他其实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他的角色设定的时候，其实是会适当的进行考察。此外呢，浮游生物中长得最像皮老板的呢，其实是剑水藻。它们一天可以吃下20到40只的孑孓，是防治登革热的得力助手。第10题是跟文字相关的题目。有许多电影呢都以古文明为题材，像是《神鬼传奇》里面就有解读埃及文字的桥段。请问下列哪个文字并不是真实古文明的文字呢？这是埃及，然后 C 是玛雅，然后 B 跟 D，D 是假，那是旗子是不是啊？第一是楔形文字，真的假的？好哦，应该是 B 吧？好哦。 D。好，来，答案是 B。算了，我们两个很智障。我就烂。A 是古埃及文，C 是玛雅文，然后 D 的话的确就是楔形文字，B 的话呢是出自变形金刚里面赛博坦星的文字。哦 ，A 跟 C 的这两个的话，其实听出来就是 Pansy 的意思 ，P-A-N-S-C-I 的意思，所以都是半科学。到第11题，来自电影《铁达尼号》。铁达尼号里面的经典桥段是铁达尼号撞冰山，冰山露出海面的体积为20立方公尺。假设海水的比重是1.05，冰的比重是0.91，请问冰山的全部体积是多少立方公尺呢？这我真的不行。我们还是要假装要会，要假会一下。我物理不是很好，我是化学满分，不是这个。那我们就放弃这一题吧。我们要不要尝试算算看呢？还记得吗？国中的浮体公式。完全不记得。没关系，大家基本上在这一题都会卡壳。我用幸运之神的眷顾选出来的。你的答案是 D 吗？好，我们就按照惯例，不会我们就猜 C。好。我刚刚明都没有在猜 C， 我猜很多题 C 吧，我猜超多题 C 吧。你知道那个不是都有人说那海它的那个冰山都是这样子吗？我们来讲，假设这个是20，那这层应该有它的5倍大。反正不会是 A， 我们来 B、C、D， 才300有点太多，就 B 跟 C 吧。你逼我 C， 剪刀。C。好，芋头说 C， 错，这是你的问题哦。但好像看起来有算，但其实没有算。对，答案就是。
爸爸，我们对喽。答案就是 C。所以啦，你看，要看一下我们，你刚刚我分享我们计算公式，我们计算公式就是这样得到 C 的。这题其实是来自台电的物理考题。我都多考到台大的朋友，不信他们会。因为我不信他们会。好，下一题，出现自《名侦探柯南》动画中常常出现死者口中有杏仁味，犯人所使用的杀人粉末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A. 氰化钾 ，B. 硫酸钠 ，C. 次氯酸钠 ，D. 碳酸钙。你确定？确定？应该有看柯南的都会知道吧？应该是 A 对不对？ A 吧？对我小时候很爱看。对 A。答案是 A， 没错，是氰化钾。氰化物呢，在低浓度下面会有苦杏仁味，然后它可以毒死人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会间接让人体细胞无法取得能量，人就会因为细胞缺氧而死亡。接下来来到第13题，电影中英雄蜘蛛人喷出蜘蛛丝的地方是它的腕部，请问真正的蜘蛛吐丝位置应该是哪里呢？这一题是绘画题，这不是很简单吗？请画出蜘蛛人本人哦。蜘蛛人的本人，对，是蜘蛛人哦。生物学概念，蜘蛛人吐丝的位置应该是哪？屁屁吧？他用屁是股在，屁股还是肚子啊他用屁股在那边织网啊。哦，对，那好像是屁股。我刚才想是屁股还是肚子。你知道我绘画能力极限就是这样。画好像章鱼哥之类的。我觉得漫威粉丝会生气耶。好，你画吐色的地方是嘴巴，对为什么觉得是嘴巴？因为我想不到有其他洞可以射出来了。又要被黄标，哇！等一下，这个很健康吧？就这样。好，我今天就这样。应该是这样吧？没错，恭喜获得这一题的分数。阿旺画了蜘蛛，我画了蜘蛛人。非常好，两位的答案都是对的。蜘蛛。屁股。对，答案是屁股附近。棒。蜘蛛吐色地方称作丝疣，这个器官是位于蜘蛛的肛门附近。我们应该要详细的画。不用这么详细，谢谢各位。我跟你讲，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我画出来才会被黄标吧。这一题来自动画《小美人鱼》。可以哼了，可以哼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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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鱼的艾丽儿呢，她的好朋友之一是小比目鱼，可是小比目鱼其实长得并不是我们在动画海报上面看到的这个样子。请问真正的比目鱼长怎样？有玩动森的应该都知道。真的都不想要再钓到它了。我记得他眼睛是在同一面，他长得应该是这样子。你画。就很扁啊，要画出来。要画出来。因为我有一个国小同学在练习。大家都去翻你小个变变身熊，到底是谁长得像？就对我来说，它的重点就是它就很扁，然后眼睛是分别在这里。为什么我的鳍，你看起来像人脸，空想镜错视。是人面鱼吧？为什么我觉得我吊起来的动森是这个样子？恭喜你答对了。好强，好强。就可能是这样吧。好，答对了一半，答错一半。什么？他的眼睛要在同一边。他也在同一边？对，然后他的确是扁平的，他基本上都会长像这样。好，下一题来自于阿波罗13号。这部电影呢，里面有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 Houston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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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填出这一句台词吗？多1 980。我会英文，但我没看过这部片呢。哦，不行，你要想，我没看过，这我也不是我那个年代的电影。这个真的没看过，你应该有吧？我有看过，但是阿波罗的还是真的？阿波罗的。哦、We have problem。 We have a problem。哦，好强哦！我猜是这个，为什么？等一下告诉你。我以为是 Houston Suck。没错。哦，干好强哦！你看你们就会。他其实这句经典名言呢，它是来自。那你知道怎么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为什么知道？电影海报上面有写。这一题其实是考观察对，的。考观察力。我你跟你讲这么，小的字你看得到？故事跟地球图鉴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要笑他，但眼睛不好。你帮我们完整的念出这句话。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对，没错。他的答案是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那你没对什么啊？就是那样。
阿波罗13号任务又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失败任务，它是1970年 NASA 执行的第3次载人登月计划。可是，在登月的时候，因为机械出了一些故障，所以他们后来是在太空人跟就是地面塔台的就是合作下，然后我们就重新返回地球，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没有真正登陆月球的，还活着。我现在看得到。刚刚法白就说，如果你们答错这题就送。因为我们不会用那种就是套夹包哎。好，第16题来自电影《侏罗纪公园》。在故事中呢，其实让大家很害怕的恐龙有很多种，然后其中大家很害怕迅猛龙，它又称为林盗龙。没有人可以听过真实的迅猛龙到底是怎么叫的。在电影里面，他们只好用合成的方式去呈现恐龙的叫声。请问，它的声音是由哪种动物改编而成的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回答这一题，我们有准备迅猛龙的声音。耶！猪会这样叫？我记得我看过他本人，他不是这种叫声啊。等一下，确定是动物吗？是动物，它是一种爬虫类的动物。它发出动的那个摩托车引擎，肉食性吗？它是一种爬虫类动物。好难哦。爬虫类也就那几个很有名的啊，鳄鱼，鳄鱼，蛇，吸尘器，应该也是三角变形蜥蜴、什么三角？那是什么东西？三角龙啊那种的。三角龙大蜥蜴的声音。什么科摩多什么巨蜥之类的吧？好，那就写巨蜥。科莫多龙，科莫多龙是什么？有一只大蜥蜴在印尼上面的那种大蜥蜴。好，我们就写这个，就是就算你答错了，观众也会觉得干嘛？我们好专业，好专业。答案是陆龟。我刚刚有想到陆龟，你为什么然后里面一瞬间，怎么不讲？因为我想说龟好像是两栖，你为什么不我想说讲乌龟好像是两栖类。鳄鱼。错，答案啊！我再猜一个，好。变色龙。错，好，你说。答案是陆龟，而且是正在交配的陆龟。哦，是哦。但由于因为怕被黄标呢，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自己 Google， 就是陆龟的叫声，基本上跟那个有点像。恭喜你们答对了。而且它不是陆龟平常会发出的声音，它是陆龟基本上是交配的时候才会发出的声音。其实，在电影里面，大部分的恐龙叫声都是由动物的声音合成的，像是霸王龙的吼叫声就是由小象的叫声改编，万龙的叫声呢，则是由驴叫声去改编的。他们应该要找鸡的叫声，所以我们应该要让恐龙都学鸡叫。17题来自电影《星际大战》。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影片，影片中的飞船追逐战中呢，画面的声光效果明显有2个物理学上不合理的地方，请帮我们指出来是哪里不合理。就这样吗？就这样。我觉得它整段都很不合理。我们要说出不合理的片段吗？对。爆炸应该没有声音。看烟火也是先看到光才有声音，可是刚刚是先有声音才有那个爆炸的特效。第一个声音不对，没有声音，啊声音要有介质才听得到声音。第二个是光，应该是没有绿色，因为绿色是原谅的颜色，所以应该不会存在。我们答案就是太空听不到爆炸的那个砰砰砰的声音，然后第二个答案还是太空听不到砰砰砰的声音。对，答对了其中一个。我们在太空中，因为那个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嘛，在太空中其实是没有介质的，所以没有办法听到任何的声音。第二个是，其实我们看不到镭射光，因为真空中没有尘埃，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看到。射。但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影片都会非常的无聊，就是会有一种非常中二的感觉。对，好，下一个是非科学题，来自《火影忍者》，请做出结印的动作，做对一个加1分。我真的没有看过，我没有在看《火影忍者》，太难了，太难了啦！我只会拿路透。好，我完全不，我跟火影忍者不熟。我看过也根本比不出来啊！你是做5个牙看？这样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没有。其实蛮容易的，蛮容易会做到正确的方向，你只要把你的2只手揪在
只要把两只手揪在一起，这样吗？我只会12生肖的手语。那你做12生肖加手语分题。是什么？鼠是这样，牛、虎、兔、龙，蛇是这样，羊、猴、鸡，狗是往后，猪是这样。哦，好可爱。那我们以后骂人，那我们这样是不是要加12分？我们这样加12分吧。再帮你们多加2分。陀螺旋丸，陀螺旋丸不行吗？基本上城市5位生有学还是长这样。下一题是声音题，这一段声音里面总共有3个电影的配乐，请帮我们听出来是哪3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个是《星际大战》，有007吗？有。我猜有007，嗯，蝙蝠侠，所以2个吗？还有一个哈利波特。好，好来，这3。007法克电台跟星际大战。我们帮你上资讯卡。法克电台是由法律白话文做的 podcast， 里面什么声音都有。你有听过007的音乐吗？没有。你不觉得007的音乐应该没有那么那个吗？可是你要改吗？改啊！超人特工队、哈利波特、MIB， 只对了1个，只对了1个。答案是哈利波特、007跟星际大战。对2个，007跟星际大战。好，刚刚我蛮强的哎。对，3个我真的听得出来。第3个是哈利波特主题曲。干，等一下，我刚其实内心有想哈利波特，但是我觉得还是写法克电台比较好一点。为了公司。只对了1个。什么？只对1个。另外一个其实是007的主题曲。对哦。他们2个听起来蛮像的。这题来自《神隐少女》，请问白楼的本名叫做什么？以前我记得，因为我很喜欢白龙这个角色。我是辅天塔矢亮，扣分。塔矢亮什么川？哦，塔矢亮什么川？琥珀川早正主吗？他代表不是，因为他很想确认，如果是对的话，他们会直接还会被观众骂。等一下，但我们至少知道他的名字跟河有关系。剑女琥珀川，它叫做正早见琥珀竹。答案是正早见琥珀竹。正早见琥珀竹。那其实官方其实有公布它的正确名字，其实叫做饶素水小白竹。那是什么？这样子是对了4个。对，是不是哎？暗自3分，聪明用刚刚这样子。但以比例算的话，应该是3分吧。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小助手为大家计算分数。我们可以不要知道这残酷的结果。那我们应该不记得。哦不，那我们太难过了，而且我还错了一些颇北气的题目。恭喜你们得到69分。哎，还有1分的啊！因为后面是加分题，所以会获得科科好伙伴的称号。你们得了80分。什么？你们是4组里面最高分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的 DQ。正确答案是46分，非常接近。对，还有加1。你看，我们够了解自己，差不多。好，所以你们获得的是上代修炼科科人的称号。你们得到了65分，这么烂，我才几个。我们后面错蛮多的啦。所以得到的是科科好伙伴的称号。他们基本上只得了40。我们这几样都不可能输他们。虽然你们 IG 战术比我们多，但你们智商比我们低很多。我没有说，我没有讲哦，是他哦，直接心结。我们是 DQ 地球突击队，那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用轻松简单的图文，然后带大家看透世界大小事。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就是到我们的官网啊，或是就是我们有 Telegram， 然后扑浪 IG、脸书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加入我们或者关注我们哦，谢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故事会员，我们每个月都有会员专属的精选文章，然后我们有脸书、IG、YouTube 还有 Twitter， 我们4个平台都有故事的踪迹。大家如果加入的话，或者常常多看我们的网站的话呢，就可以像我们一样有及格，不会像法白46分。就是除了看法白的文章的话，也要看故事的文章，还有在看翻科学的文章，这样就会可能还有地球突击队，这样就会法科地址都要看，这样你就可以对，法科100题地都答对。址让你100分，让你人生100分。